啊，刚才最后那个3分球实在是太帅了。有没有输给年轻人？跟你自己比的话，倒还是不太行。以前高中的时候，你打篮球明显直接冲撞很多啊，像现在直接改投3分球了，这明显是体力，明显是技巧取胜了嘛。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哦，好帅啊！我好喜欢。跟你回家。怎么样？我的证件照有没有美若天仙？嘿嘿，啊，你让我看一下你的，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帅？我来比一下啊，谁最好看？这怎么比得出来？做对比，难道不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，相同的灯光，同一个摄影师，同一个地点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？挑这么严谨吗？要的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拍证件照？你们看看，这海南还是漂亮。我觉得在海南办婚礼也不错啊，保密性还强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么多人去海南，兴师动众的，多麻烦呢。阿姨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林姐都安排好了，组织安排有我们呢，保证把双方的亲朋好友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婚礼放在上海呢，倒是也可以，就是啊，保密性太差，是吧？那老家呢？庆姐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没主意，我们就是听于途和晶晶的。啊，对，听他们，听晶晶的。听晶晶的，那就没完没了了，一会儿一个主意。哎，小朱，我看那别的明星结婚呢，但凡有一点闪失，那就得上热搜啊！太隆重了，太简单了，都有人说。那回礼回的什么，那都得小心呐。那些嘉宾什么的，那都得你们把关了。阿姨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小朱，我看你老叫我们家于途叫于老师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好几年前于老师教晶晶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么叫的，叫习惯了。晶晶就是这么被于老师给拐走的。他没有跟你们说吗？哟，儿子啊，你还有这个本事呢，于老师。你们今后的女儿啊，可不能这么好被骗。阿姨，那不会，得先打得过他爸我才行。你那时候都50、60老头子了，你还跟年轻人打？80岁，我也能5连绝世，行不行？吹牛吧你！于老师，我得开车送晶晶回剧组了。那我先去上海拿东西，回头再去横店找你们会合。好。你看看，这快过年了，还接了个戏，以后结婚了可得顾顾家啊。哎，没事，晶晶，你尽管忙你的。这于途在家呢，他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你要是想拍你就拍，不想拍了就在家休息啊，你不用管他，真的不用管。妈，你以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？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？啊不，你妈跟我说过。你看看，就听晶晶的。这个。晶晶，就听你的。
还不报名啊？只有12个名额，再不报名就晚了。别闹了，我没闹，我认真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参加了这次集体婚礼，那我们之前烦心那些事情不都解决了？第一，不用担心舆论，不会被评头论足，就连酒席都不用我们自己定，而且嘉宾也只要请我们亲近的人就好了。这不是梦想中的婚礼，什么才是梦想中的婚礼呀？哦，这么贴心，林姐知道肯定要感动哭了。晶晶，拍演员了。啊，来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赶紧报名，我要去拍戏了。行，我去了解一下，你好好拍戏。怎么着这是？婚礼的事儿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可没参加过明星的婚礼啊，是不是办得特隆重，还得穿西装？他让我去报名单位的集体婚礼。什么？我说你们家大明星这想法可真是天马行空啊！不过跟你也是不谋而合。之前你参加咱们同事的，不也说省事儿省心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几年前。怎么着？打算去报名吗？嗨，报人名啊！过几天他又改别的方式了。毕竟我们乔小姐的方案已经从海边到草地到酒店，又到海边了。下班了没？报名了没？你认真的？当然，你还没有报名啊？只有12个名额，你赶紧报呀！报了名就不能再改了，不然会浪费别人的名额。你确定你不会改变主意了？肯定不会。那天是有点冲动，但是现在越想越合适。哪里合适我们先不讨论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叔叔和阿姨还有林姐的想法？他们会同意？林姐好说，爸妈的话我来搞定。如果他们同意了，你就去报名。可以。那我现在就去。还有半年就要参加竞标会了，啊，我已经提前紧张起来了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走。于途啊，阿姨，我刚在实验室。晶晶给我们来电话了，说想参加你们单位的集体婚礼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晶晶跟我说了，但我觉得不合适。是，晶晶啊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说这个事。一开始啊我是坚决不同意的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被他说服了。哎，你们之间还没达成一致吗？我以为你们不会同意啊。我们啊和晶晶父母特意吃了个饭聊这件事呢。他父母后来也被他说服了，还挺高兴的。儿子啊，你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，你就跟晶晶好好聊啊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于途，你不去吃饭，晚上加班。你们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加班狂人今天居然不加班了。大明星不是在拍戏吗？他这么早回家干嘛？
于先生，你日子真的过得很粗糙哎，生活要有仪式感。我是实用主义。那我来了，你要改个主意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漂亮多了？如果晶晶你自己结婚的话，会想要什么样的婚礼？我梦想中的婚礼应该是很浪漫、很浪漫的，然后地上铺满了鲜花，邀请了很多很多朋友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的。然后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渐渐地向新郎走去，然后他可以接上我的手，给我戴上婚戒，两个人相互吐露着誓言。我觉得那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。如果有满天的星星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挺浪漫的。这就是我理想当中非常浪漫的婚礼。谁呀？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明天是周末吗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快来，快来！为什么要参加集体婚礼？你开了200多公里的路，就是为了过来问我这个问题呀？你说过，你梦想的婚礼一定要很浪漫，摆满鲜花，然后邀请很多的朋友。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2年前，一个珠宝代言的采访。这种话你也信啊？采访的时候问到这种问题，肯定只能现场编一个呀。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？玉图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担心你的经济状况才想参加集体婚礼的？晶晶，我也想竭尽所能。谢谢你，我要嫁给你，你当然要竭尽所能。但是这一次，我真的只是想办一个单纯的婚礼而已。你知道，我身在万众瞩目的名利场，要结婚肯定要考虑很多事情。想要保密，可是操办起来就不太可能。想要只请几个亲近的朋友，可是就会有人心里怪罪。最后整个婚礼或许会变成一个社交场，我们要不停的应酬、敬酒、拍照，或许出现一个小问题就会被送上热搜。但是如果参加你们单位的婚礼，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，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对单纯的新娘和新郎。虽然那么多新人在一起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说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那么多人结婚，我们也只是他们当中一对普通的青年夫妻。但是我觉得那才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，1对1的，没有纷纷扰扰，没有舆论应酬。婚礼是2个人的事，是你给我，也是我给你的。这样的婚礼，你会觉得委屈吗？姐姐，我
忽然觉得我之前的求婚方式不太正式，有点轻率。我想重新正式的向你求婚。虽然我不觉得，但是好啊。乔晶晶同学，我们认识了快16年，因为我的偏见，我们错过了13年。你说你不遗憾，但是我很遗憾。还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十年的时间，请你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我。我会用心的，竭尽所能的，做一个好丈夫。好，我也会很好的。谢谢。请进。王书记。哟，于博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王书记，我来报名参加集体婚礼的。于博，那个，你换女朋友了？啊？没换。表哥。哎。B。哦。谢谢。于图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老师。哦，于图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坐。那个，你是不是没换？什么呀？没换女朋友。谁问你这个了？你要是换了，那院部的人还会给我打电话吗？我是想问你啊，是不是经济上有一点周转不过来呀？如果有困难，我和师母可以帮忙。谢谢老师和师母，不过没问题。我和晶晶啊，我们就是想把婚礼稍微办得简单一些。那小乔他同意吗？是他提出的。他提出来的。他一直比较调皮。不过啊，他想的比较简单，他以为在院里办就不用担心媒体了，这肯定不可能啊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如果不能保密，
那大概会对其他的同事产生一些影响，我们就不参加了。刚刚呢，我也是这么和王书记说的。婚礼之前保密呢没有问题，我们保密啊是最在行了。到时候啊，你们等婚礼正式举行了再出来，啊。不过这万一中途泄密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婚礼肯定不会在院里办，按照以前的惯例，应该是在附近酒店，所以不一定能保密。原来不是在你们单位啊。那如果被人发现了，我们就跑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办集体婚礼的好处。要是我们自己办婚礼，那肯定不能跑呀。那我是不是得准备一双球鞋呀？你也准备一双？我准备一双就够了。你要背着我跑啊？那我可得订一个100斤的婚纱。可以减半吧，50斤，25斤，加我一共200斤，要多吃点了。那要看什么时候泄密的，要是比较早，我们就换别的方式；要是在举办婚礼的时候才泄密的，我们就立刻跑了。等老师你那边主持完了，再找个地方给我们举办第2场呗。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婚礼，不是打游击，简直胡说八道。老师，喝口水。小子，你套路我呀！鱼头啊，你总算完成了你的人生大事儿，老师为你高兴。小乔是一个好姑娘。